今天我跟大家讲解各职业的遗物搭配。本期教学主打干净利落，所以就全程用文字叙述。那我们不说废话，直接开始。遗物分收集和身心两种，所有玩家都应该以收集为优先，也就是激活遗物。同样的抽卡次数，5个0星遗物的作用是大于1个5星遗物的。基础属性如攻击力、速度、防御等，都分为固定数值以及百分比数值。但是大家要记住，固定数值无论在什么时候的优先级都是大于百分比数值的，哪怕这个百分比加成的遗物品质要高一级，固定数值遗物的作用依然更大。有几个遗物是全职业都需要共鸣的，也就是那些增加经验、粗练时产量、增加翻倍概率等遗物。无论什么情况，你都应该共鸣这些遗物。你可以在遗物图鉴的其他当中查看这类遗物。当然，除了原初宝石是唯一一个可以考虑不共鸣的遗物。斗士在除去上面已经共鸣的遗物以外，应该优先选择会心率，其次是精通。攻击和速度的选择上面，由于争议比较大，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。但是就我自己来说，我会选择速度。别忘了，哪怕你有奇迹品质的百分比加成遗物，也应该优先选择传说阶级的固定属性遗物。由于斗士攻击抗伤都需要，所以不以亲和以及庇护为主。这里说一下攻击力和伤害加成的不同之处。好了，攻击力是你技能伤害的主要来源之一，而伤害加成是最终打出伤害时的伤害增加。正常来讲，伤害加成的效果是大于攻击力的，但是由于伤害加成不会因为你升级遗物而提升更多的伤害加成，或者说你只能够享受到伤害加成的共鸣加成，而享受不到遗物等级加成。所以在这里我依旧推荐共鸣攻击力，而不是伤害加成，更不是百分比攻击力的遗物。术士在遗物的选择上面和斗士类似，由于术士是以伤害为主的职业，所以依旧以会心率为优先选择对象。术士在遗物的共鸣选择上面，应该优先考虑亲和度，而不是精通，因为前期亲和增加的伤害比精通高，而后期装备带来的精通又远远大于遗物提供的精通。如果可以，尽可能选择亲和加精通，剩下的则是亲和加攻击或者速度。骑士以格挡率为主，剩下的根据自己的流派进行选择。格挡流优先选择物理精通，其次是防御；元素流则选择元素精通，其次是带有攻击速度的亲和类遗物。贤者则应该以效果命中为主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普通玩家，你的效果命中在到达100%的时候就没有必要继续增加了。更多的效果命中也只是提升你在 PVP 当中的能力而已。在时光扭蛋机当中，可以选择抽取固定元素的遗物。如果是术士、贤者或者元素骑士，你应该优先选择自己的元素流派。比如光术士选光，水骑选水，贤者选暗等等。如果是法斗，应该优先选择火元素。如果是裁决流斗士或者格挡流骑士，应该选择你没激活的最多的那类，因为你需要的不是亲和或者庇护，而是以遗物的属性加成。很多人以为元素亲和对物理没有加成，其实不是的。每一点元素亲和大约能提升0.0005%。别看很少，其实增加的伤害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就比如我这个元素总亲和为43672，那么在面对野怪这种没有元素庇护的情况时，就会额外获得218.36%的物理增伤。计算顺序在物理精通之后，伤害加成之前。而如果我选择法斗，那么我的火系技能就仅仅只能享受到火元素亲和，也就是107.9%。而暗元素则是83.4%。不
过要注意的是，无论物理还是元素，你的元素亲和都会因为对方的等级而改变增伤效果。同理，元素庇护也能减少对方的物理伤害。你可以看到我目前收到的嘲讽伤害为17075，在增加了363点按元素庇护以后，嘲讽的伤害减少了15点，变成了17060。平均每一点元素庇护可以减少0.04%的物理伤害。当然，这类减伤也会随着双方的等级变化而变化。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能过500，那么我会针对每个职业着手制作更细节的遗物攻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或者觉得我讲解的还不错，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在为遗物而发愁的伙伴，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留下你想了解的更多信息，让我们一起变强。谢谢。